大家好，我是新源。这期视频我们说点别的，聊聊四川的一个大山。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山，而且跟佛法有着甚深的关系。它就是四川境内色达县的诸日神山。诸日神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道场。从密宗来说，诸日神山是普贤王如来的坛城，转绕诸日神山一圈，能获得13亿莲师心咒的功德，是一切计蒙本尊的坛城所在。可以说，藏传佛教宁玛派所有大圆满的福藏，都是从色达的诸日神山取出来的。里面有一个福藏，当时由于我们众生的福报不够，仅差一点没取出来。如果取出来，那可就了不得了。现在很多人佛法生不起信心。如果那个福藏开启后，法王如意宝亲口说，如果这个福藏开启后，能令那些不信仰佛法、难调难化的众生，尤其是科学工作者们现见清净刹土，解除他们的疑惑，并使无数众生不舍肉身飞往净刹。所以这里隆重介绍一下，建议有机会去旅游一下，非常好的。学佛的会得到很大加持，不学佛的旅游一下也会改变运气。人体的气脉和人的运气也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人有病，长期吃药不好，旅游一下有时候真能把病气散出去，好运气招过来。好了，旅游的事就不说，旅游公司也不给我广告费。言归正传，接着说神山。诸日神山又因译作逐日神山，有的又因译作中日神山。它位于骰达县西北部色科镇境内，西巴颜喀拉山沿城西北东南走向，山脉长3100公里，宽600米，总面积2平方公里，主峰海拔4961米，是色达境内的最高山峰。据记载，诸日神山是莲花生大师曾加持过的雪域之神山之一。这里不论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诸日神山有很多形状奇特的岩石及绝壁上各种有趣和难以解释的神秘图案，天然形成的比例道劲、刀法圆润的各种正眼，各有其姿，各具妙色，颇具抽象之美，且随处可见历代高僧大德的正果印记，还有格萨尔大王征战四方的足迹和王妃朱母的杯水桶。还传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有缘之人能超越时空，进入时空隧道。曾闻一牧童在神山脚下睡着了，醒来便过了50年。每至夏季，神山四周碧草如毯，满山遍野绚丽多彩的野花非常养眼。每年藏历5月初4为节松，节时色达各村和附近邻县牧民，男性都要带着干净的柏树枝，云集山下转山摇旗呐喊，烟祭后进行赛马等活动。每年藏历6月初6朝圣，祭祀的骑手们穿上华丽的服装转山烟祭，挥撒风马，插立经幡，高喊口号，祝愿五谷丰登，祈祷6处兴旺。诸日神山整个山形象一把利刃直刺苍穹，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色达人民相当敬重诸日神山，把它看作是金马草原的保护神。诸日神山还有许多与格萨尔的遗迹遗址，传说称有朱母的背水桶，有拴马桩，还有格萨尔30位大将的祭灵处。诸日神山还传说身负有1.1亿尊佛像，是藏区有名的神山之一。距今有300多年的供奉历史，有许多藏区高僧名僧在这里修炼，莫务闭关月修瑜伽得福藏。每年的7月，全县各部落和邻近的藏民举行拜神山祭祀，在祭坛台煨火放烟挂经幡，转祭坛台呐喊祈祷。妇女不得参与由僧众俗男进行此活动。这是色达全县行的大型民俗活动。诸日神山离色达县城才25公里，是莲花生大师及毗卢遮那一世等无数大成就者亲临加持过的圣地，不仅是福藏之门，还是马哈嘎拉护法神的居所。自县城前往诸日神山，会经过位在形如海螺的东嘎山上的东嘎寺。东嘎是藏语白色海螺的意思，寺院依山而建，因此得名。创建于1686年，是古色达13寺之首，目前被列为色达3大寺之一。东嘎山下及广阔的金马草原，远处北方及圣地诸日神山。每年夏季，神山绿草如茵，漫山遍野开满野花。藏历6月6日这一天，许多藏民都会穿上华丽的藏服，转山、烟供、历经幡等进行祈福。多至钦寺的官网记载，以传承龙钦心髓法脉著称，且在藏地示现很多神通的第一世多杰钦尊者，有一次朝圣诸日神山，当他想到诸日大山神会是什么模样时，眼前便现身一个面带病容的红眼人，站在白色和黑色烟幕中。这个红眼人就是诸日大山神示现人像。尊者问：你有何病？山神回答：
不清净的烟功使我受害生病，于是尊者以密咒和手印加持使其痊愈。诸日大山神被治愈后，受记尊者去一处名叫张金森木的山岩，取出很多伏藏品。目前在诸日神山下建了座崭新的诸日寺，在寺庙后侧有一大片岩石区，据说法王如意宝昔日曾在此取过伏藏佛像，请教一位正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老尼师，得知此处有不少老年的在家人，加上尼师约60多位，另外还有分散在山坡小屋闭关的僧人，也大约60多人。由类似百日闭关的小屋看来，这里以宁玛派为主。除此之外，这个深山真正的神奇价值却是它里面埋葬着殊胜的佛教的伏藏法。伏藏是指莲花生师，为后世弟子之福运而埋葬起来的自己的秘密教义及其秘典。莲花生大师将各种教义传授给他的弟子，并把那些从他何一西错解及其他佛教大德的彻悟思想中产生的教义埋葬下来，以使后世信徒挖掘。伏藏藏文原意为埋葬的珍宝。相传莲华生大师来到西藏时，预言西藏的佛教将会短暂遭到灭亡。他将他认为不适合现在传授给西藏人的经典隐藏起来，交给各地的神灵保护，等待后世发现。不过此段历史仍需考证。伏藏主要是经书，但也有雕像和法器。在朗达玛灭佛后，西藏佛教面临极大的困境，教典大量散失。随着西藏佛教势力的重新抬头，各地寺院也开始将自己埋葬的佛经重新公诸于世。远近闻名的五明佛学院，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其实他此生除了创建五明佛学院，还有一个更大使命，便是开启诸日神山伏藏。如果这个伏藏开启后，能令那些不信仰佛法、难调难化的众生，尤其是科学工作者们现见清净刹土，解除他们的疑惑，并使无数众生不舍肉身飞往净刹。公元1992年，法王如意宝要在10月10日开启诸日神山伏藏门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尤其已成为雪域当时的一大焦点，人们拭目以待。法王如意宝在众志中以坚毅的口吻说，这次要开诸日神山伏藏门关系重大，其价值不可估量，如果能够成功，将使无数众生获得殊胜成就。在一切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我若不能打开此伏藏门，我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像狗一样爬着走，可是你们在猴年猴月之前必须使一切缘起聚合，否则我也无能为力。但是在末法浊世的时代里，魔众十分猖狂，他们到处兴妖作怪，特别是对于利众的事业，更是千方百计阻碍设障。在开取此吉祥伏藏门时，积聚众因缘的过程中，有着魔之人制造为缘，一伙鬼使神差的人被魔王加持，对此百般阻挠，不让开路，毁坏缘起，致使缘起完全被破坏了。尽管许多有名望的大德、官员以及不可胜数的信众全力以赴促成此事，但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终未能成功，人人都处于沉痛悲哀之中。法王回忆起前世，流着泪对众人说，本来我想青年时带着众文思修，中年时期弘法取伏藏，晚年之际开启伏藏之门，令那些不信仰佛法、难调难化的众生，尤其是科学工作者们现见清净刹土，解除他们的疑惑，并使无数众生不舍肉身飞往净刹。昔日我曾在莲师面前发愿要开取伏藏，可是浊世众生的福报实在太浅薄了，以至于这么殊胜的伏藏之门未能打开。想起来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寝食不安。现在实在无法开启，如果13年后的因缘能够具足，也许还有一次机会，但后来此因缘也未能聚合，这一伏藏之门始终未能开启，委实令人遗憾。又过了几年，法王沉痛地说，看来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缘起聚合，今生不能打开此伏藏门，唯有发愿来世能开启。历史上也有因缘起不具足而未能开启伏藏门的先例，如莲师曾受记，供唐家波如能打开莫神山伏藏门，将使南赡部洲人们在13年期间享用美满生活，但因为魔缘障碍未能如愿开启，因为没有打开诸日神山的伏藏。如意宝法王曾经在1万名僧众前痛哭流涕，并亲口承认自己这次来到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打开诸日神山的伏藏，而创办佛学院、广弘佛法，这些并不是他此生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利众生而来的，但是如意宝法王此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为诸日神山的伏藏而来的。这也是如意宝法王当着万名僧众亲口说的。
朱日神山有什么殊胜之处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朱日神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道场。从密宗来说，朱日神山是普贤王如来的坛城，是一切计蒙本尊的坛城所在。从显宗来看，朱日神山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金刚手菩萨的道场，同时也是十方三世所有佛菩萨的刹土所在。朱日神山的地貌非常特殊，东西南北四方的颜色和地貌都各不相同。东方是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分别呈现白、黄、红、墨绿色。地形也有圆形、四边形、半圆形、三角形的不同，分别代表西、曾、淮、朱四种事业。从山脚下看起来似乎山并不高，但是往上走却越来越高。整个山形是3层塔状，周围被各种各样的山围绕着。朱日神山是整个色达乃至整个藏区都无可争议的神山，在藏民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猴年转绕朱日神山是一件必须要完成的功课。朱日神山的殊胜之处，转山可以分大转、中转和小转。大转山是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中转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转山方式，而小转山则是一些出家人、修行人等有功德的人才可以行持的，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人能做的。转绕朱日神山一圈，能获得13亿莲师心咒的功德，这个功德非常大，尤其是猴年转朱日神山，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一个腿脚比较快的人，大约6到7个小时就可以大转一圈。朱日神山的符藏是什么？密法有很多神奇的符藏，绝大多数符藏是莲花生大师留下了的。末法时代五浊黑暗越深重，莲师的教法越辉煌，尤其是在末法时代，令成千上万的人不舍肉身直接前往清净刹土，并且还可以让科学界人士等非佛教徒们亲眼目睹具有实质性的佛教奥秘的13符藏门。莲花生大师在《幻化明镜》中对法王授记：今日降魔金刚年，未来龙年于新龙，开取符藏除世难，他身积年于东方，缘起为毁开符藏，令诸浊世之众生不舍肉身之境刹。符藏大师觉性离垢金刚对此也授记说：一旦色达诸日见寺院5座雪山红白花开时，必将启开13符藏门。要想将13符藏大门一一打开，首先必须从朱日神山符藏门开始。也就是说，如果朱日神山这一符藏门未能开启，其余的符藏门也就无法打开。而要想打开朱日神山的符藏，就必须要在朱日神山修建寺院。关于朱日神山和朱日寺的功德，我讲上3个月也讲不完，今天就简单介绍一点给大家。朱日神山13符藏门钥匙提取处，法王如意宝开神山门取符藏的神奇经历。多昂仁波切讲述，具色达县大塔寺寺主多昂仁波切亲口对一些汉族弟子所说，80年代曾有幸陪同法王晋美彭措一起朝拜青康地区圣地神山，亲眼目睹一起法王如意宝使一座神山芝麻开门般山体开裂并取走符藏的神奇事件，过程十分震撼。多昂仁波切说，当时法王和一众弟子到了某神山脚下一处陡峭大石壁旁，法王当时用金刚诀触及石壁，一声巨响过后，石壁从中间分开，出现一道宽能容一人进入山体的裂缝，如同石壁上开了一道窄门，窄门后是一幽深黑暗的山洞。此时法王回头吩咐道：谁也不要跟进，就走入山洞，在众弟子的视线中消失。过了不长时间，法王从山洞石门中走出来，怀里抱着一些新取到的符藏。具体啥符藏，当时汉族弟子没问不清楚。等到法王完全从山洞中出来后，山洞石门裂缝开始神奇的慢慢闭合。这时法王也回身面对石门，并往石门内山洞扔出酬谢替代物与一条特殊的哈达。此时周围的弟子们就站在当场，目睹了刚刚发生的如梦似幻的一切。就在他们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山门已经逐渐开始闭合了。此时一位弟子好像清醒过来一般，迅速抓起一条哈达扔陷进了逐渐关闭的石门。他的这一举动好像提醒了大家，于是多人开始迫不及待地找哈达往石门里面扔陷，有的还往哈达里面裹了一些钱币作为贡品往石门里面送。片刻过后，石门缓缓的几乎要完全关闭了。正当大家准备静待石门彻底关闭后，便开始举行随后的酬谢仪轨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奇一幕。只见那关闭的只剩小儿胳膊，
大小宽度的石门缝隙中，突然喷发出一条条哈达玉钱币，如同下雨一般落英缤纷，片刻就掉落在众人眼前的草地上。紧接着一声巨响，山洞石壁完全封闭，回到之前的模样，不留一丝痕迹。此时众人拾起地上的哈达玉钱币一看，完全是各自刚才扔进山洞内的哈达玉钱币。众人随后一清点，发现除了法王扔进去的哈达与物品，其他人的全部哈达等供物被守护伏藏的护法神一件不剩地原物退回。众弟子好似做了一场奇梦，过后的茫然与错愕，并对法王升起无与伦比的信心。多昂仁波切还说，他很早便医治法王，曾经数次目睹法王种种神奇事现，比如在文革困难时期，整个地区食物极其匮乏，但他几次目睹法王帐篷内出现从未见过的精美食物，根本不是当时所能得到的人间食物，一定是龙王或护法善神等供奉的。好了，这期视频内容就结束了，我们再期再见了。